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大家都知道，在苏格兰美丽的尼斯湖上隐藏着一个神秘的秘密，人们声称目击过一种特别神秘的生物，它呢被称为尼斯湖水怪。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传说的背后真相。我们将从尼斯湖中发出的神秘声音，从采集水样的方式分析 DNA 序列，以及用地质学的角度来揭开尼斯湖水怪的秘密。尼斯湖是英国的淡水湖，长37公里，宽1.5公里，呈狭长方形这样。官方宣称水深最深处可以达到226米。在1969年的水底探测行动中，用声呐测得最深的深度是297米。什么概念呢？足以淹没爱丁堡城堡，或者是伦敦的千禧摩天轮2次。它不仅是全英第3大淡水湖，同时也是英国最大的深水湖之一。尼斯湖的水质其实并不是很好它里面有大量的浮藻和泥炭，非常的浑浊，水中的能见度也非常低，不足2米。湖里的地形也特别复杂，有很多的洞穴。也正是因为各种因素在里面，所以大家对于尼斯湖水怪的故事也充满了很多的想象空间。尼斯湖水怪的故事最早是由爱尔兰传教士圣科伦巴传出来的。据说是在公元565年，圣科伦巴他的一个仆人在尼斯湖游泳的时候突然就听到巨大的咆哮声，好像是怪物一样冲过来这个时候多亏了教士把他救上来了，保住了性命。在那以后10多个世纪里面，有关于尼斯湖水怪出现的消息多达了1万多宗。但其实当时的人们对此并不相信，他们认为可能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或者根本就是无稽之谈1933年，苏格兰当地的《因弗内斯快报》首次刊登有关水怪的报道。当时记者坎贝尔在尼斯湖南侧小镇奥古斯都堡采访了当地酒店经理阿尔蒂麦凯。阿尔蒂麦凯称自己看到了水怪，而且当地的人们给这个水怪还命了一个名字，叫做尼斯因为在尼斯湖嘛。坎贝尔在报道中形容水怪像是鲸鱼一样的动物当时的编辑埃文巴伦建议使用怪物这一个词来形容这个神秘的动物。就在这篇报道发布了1年以后，也就是1934年的时候，一张著名的尼斯湖水怪照片就被公布在了大众面前，也是我们现在最熟知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被发表在《每日邮报》上，也是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尼斯湖水怪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有人指出，这只怪物与已经灭绝的蛇颈龙非常的相似。就当大家认为这张照片是否真实存在争议的时候，事情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机。在1994年，也就是过了60年之后，当时一起参与拍摄的克里斯蒂安斯堡林在临终前一年的11月发表了一个重大的消息。他把自己当时的一些经历告诉了2位参与尼斯湖计划的科学研究人员。其实这张照片是当时他们一起伪造的是假的这就是一艘头部和颈部由塑料木材制成的玩具潜艇是不是很有意思？把这个潜艇放到湖里面一拍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他让朋友把照片给外科医生罗伯特·肯尼斯·威尔逊，要求医生将照片提供给《每日邮报》。那我们现在回来再看照片从照片上的波纹大小和图案来看，就好像水怪那么大的生物，波浪应该不会这么小吧？而且还有人声称其实这可能是一张大象的图片像这里是不是很像大象的这个鼻子嘛？多年以后呢，有一项研究发现，湖水中并没有爬行动物的 DNA 这项研究我们之后会说到而且尼斯湖的水温特别低蛇颈龙它又是一个冷血动物，一般来说冷血动物是没有办法在这么低温的情况下生存的传说中呢，尼斯湖水怪有很多神秘的声音这些声音多种多样，包括低沉的吼叫声，好像巨兽在水中活动的声音，甚至有人声或者是器物碰撞的声音。那这些声音真的是尼斯湖水怪发出来的吗？我们是不是能追寻这些声音去找到尼斯湖水怪的踪迹呢？有关于水怪声音的目击报告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既有当地居民的记录，也有来自各地游客的多次观察和描述。这些声音可能会在特定的时间或者地点出现，
比如说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有些目击者声称听到了类似于动物的吼叫声，伴随着水面上不寻常的涟漪水花等等。也有人呢在尼斯湖东北岸的多比湾附近听到了类似于远处传来的沉重的呼噜声，就那种怪物的打呼噜的声音。这种声音呢也被当地认为是尼斯湖怪兽可能存在的证据之一。另外还有目击者声称在夜晚听到水面上类似撞击的响动，这些声音往往出现的突如其来，难以用常规的现象去解释。为了解释这些神秘的声音是否与水怪有关系，在1970年的时候，曾经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了20年的生物学家罗伊·麦考尔设计了一套水听器这个类似于水下的一个麦克风系统，把它们部署在整个的湖泊中。一套水听器组件放入厄克特湾，并且锚定在215米的深水中。2个水听器分别固定在91米和128米的地方。经过了2个晚上的录音，磁带里面记录到了鸟鸣般的声音鸟叫声。从深水器上的鸣叫强度表明它们是在更深的水下发出来的。在厄克特湾的另一个水听器记录到了敲击和咔嗒的声音，表明这是回声定位。这些声音之后便是湍急的嗖嗖嗖嗖的声音，这也是暗示着大型水生动物尾部的运动。人们认为敲击声、咔嗒声和随之而来的嗖嗖嗖嗖的声音是动物在靠近猎物之前回声定位猎物时发出来的声音。每当船只经过水听器附近的湖面时，噪音就会停止，而一旦这个船驶离了这个区域之后，噪音就又回来了。在之前的实验中，人们观察到在30米以下的深度呼叫强度最大。研究人员也尝试着去跟底下所谓的未知动物进行沟通，方法呢就是把之前录制好的这个声音放回去看看有没有回响，但结果呢却是很意想不到。有的时候呢呼叫模式强度会发生变化，但有的时候一点变化都没有。迈克尔指出，录音与水生动物发出来的数百种已知声音之间没有任何的相似点。更具体一点来说，就是湖中已知的任何生物都不具备发出这种叫声的解剖学能力。所以很遗憾，这些科学家们也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尼斯湖水怪发出来的声音。时间来到了2023年的8月份，有一个组织叫尼斯湖探索组织，他们和旅游热门地尼斯湖中心举办了为期2天的探索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高龄人们，就是对水怪特别感兴趣的人们，聚集在这里，一起去探索尼斯湖水怪的踪迹。这次活动募集了100名的志愿者参与，部分的志愿者呢被分配到了尼斯湖周围的17个地点，监测水怪的迹象。有的人呢被分配到了船上，用声纳系统去探索水怪。麦肯纳和他的团队多次驶入湖中，将水听器沉入水下。他说，在周5的一次测试中，听到了奇怪的噪音，是由4种独特的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但是呢，在周日的时候，同一个位置再一次去探索的时候，这一次却没有任何的收获。因此，他也不清楚这个声音到底是由气体还是真的是由水怪发出来的。尼斯湖水怪的传说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探险家，其中也包括了奥塔哥大学遗传学家这位教授。教授想通过对尼斯湖环境中的 DNA 进行研究生物学研究，试图解开水怪的秘密。他和他的团队分别对尼斯湖的周围、中心和深处进行采样，从采集到的250个水样中捕获、提取和测序 DNA， 然后将它与全世界的 DNA 库进行一一对比，用来全面的揭示尼斯湖中的生命状况包括细菌、鱼类以及其他的所有生物。但是最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这一次的研究结果表明，显示在 DNA 序列数据中找不到任何与此有关联的生物的证据。所以呢，根据这一次获得的数据表明，格梅尔教授认为之前的那个蛇颈龙理论可能有点站不住脚了。研究小组还测试了有关各种巨型鱼类的其他主流理论，无论是巨型的鲶鱼呀、鲟鱼呀，还是鲨鱼呀等等。他们检查了超过5亿个序列结果表明既没有鲨鱼，也没有鲟鱼，也没有鲶鱼都没有但是根据获得的环境 DNA 数据，
盖梅尔教授无法反驳的另一个理论就是，人们可能看到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鳗鱼。近些年来一些科学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意大利地质学家路易吉·皮卡尔迪为一些古代传说和神话提出了地质学的解释。他指出生物出现时伴随着非常响亮的咆哮声。尼斯湖位于大峡谷断层沿线，这可能是对地震的描述。因此，尼斯湖水怪的出现很有可能是跟湖底的地质活动和气体释放有关。当地球板块运动的时候，地壳震动可以产生巨大的声响，同时释放出大量气体，并在水面上形成气泡。这些气体形成的气泡在湖面上造成奇特的水波，可能被误认为是水怪的脊背和头部。皮卡尔迪博士解释说，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水中有怪物，人们只是根据水面的骚动推测出存在水怪。尽管皮卡尔迪的观点可以解释1934年首次拍摄到尼斯湖水怪的图像，但是有一些尼斯湖水怪爱好者，他们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是相信水怪真实存在的。其中一个水怪爱好者加里坎贝尔表示，尼斯湖中的其他现象，比如说植物和水流，也能导致类似的水面现象。这只是许多的自然现象之一，每年都会有3到4次的奇怪现象，我们至今也无法解释，所以只能称之为尼斯湖水怪。在1982年《新科学家》杂志的一系列文章中，莫里斯·伯顿博士提出，尼斯湖水怪和类似生物的目击事件，实际上可能是苏格兰松树发酵原木浮出湖面的冷水。最初腐烂的原木无法释放腐烂产生的气体，因为气体中含有大量的树脂，最终气压会破坏原木一端的树脂密封，将其推入水中，有的时候会浮出水面。伯顿声称，树木原木及其附带的树枝树状的形状与对这种怪物各种描述非常相似。在一些目击事件中，原木腐烂产生的气体排放和表面活性剂会导致泡沫尾迹。事实上呢，人们已经发现了搁浅的松木，显示出深水发酵的证据。另一方面呢，也有人相信，尽管没有松林，但有些湖泊确实有关于怪物的报道。尽管尼斯湖的水怪传闻可以追溯到17世纪，也许是苏格兰最著名的代表。每个参观尼斯湖的人都希望能够看到这种神秘的生物。尼斯湖水怪是否真实存在，暂时没有定论，但它仍然是当地旅游业的一大亮点。每年都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各地的160万名游客和科学家前往尼斯湖，希望亲眼目睹或者解开这个传说中的谜团，并且还创造了3.3亿英镑的收入，还给当地带来了很多的就业岗位，像导游啦、向导什么的。这一切都归功于尼斯湖水怪。那大家觉得尼斯湖水怪是否真的存在呢？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拜拜。